阳光仙的这份状词，除了一些天算难题我们不懂之外，什么叛乱谋反，根本就是莫须有，真是莫名其妙。苏格萨哈他们为什么非要给马府定罪呢？皇上，辅臣们非得把马法处死，都是因为什么？说。因为先帝的那条木船，皇马那条木船。对，就是因为自从有了那条木船以后，皇上便跟马法亲近起来了。没错，汤马法是汉臣之首，他们怕我效仿先帝，跟汤马法亲近，亲汉臣而远满之。对，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没想到这条木船竟会要汤马法的性命。不行，绝对不行。表面上他们在审汤马法，而实际上他们在审皇阿玛。辅臣们率组织复旧章，就是为了推翻阿玛的所有政绩。汤马法是皇阿玛的帝师，是阿玛新政的倡议者。他们审汤马法，就等于审皇阿玛，就是为了推翻阿玛的一切政绩。那简直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皇上吉祥。干嘛呢？我看看。哎呀，哎，别胡闹了，干正事儿。我们正打算在殿审的时候给汤马法翻案呢。真的？能行吗？试试看吧。如果连皇上都不能把这局势扳回的话，那我们可真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了。就他，行吗？我相信，自轩辕皇帝开始以来，中国历经了14朝，在对天算的认识上，没有一个皇帝可以跟当今的皇帝相比。他可以说是旷古未闻的。是吗？哎，行了行了，你别瞎说了。你呢，要不然先回去，要不然就帮我收拾一下桌上的书本。我给你收拾书桌？我又不是你的塔拉文珠。那你啊，就先回去。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假真心装好看？我专心的时候很好看吗？好看什么呀？难看死了，丑死了！看，丑死了。其实，你真的挺好看的。说笑的样子好看，看书的样子好看，就连生起气来也挺好看的。我是不是太傻了？那我该怎么办啊？就这样吧。把人犯带上来。
殿前预审开始。杨光先，你状告汤若望，刑部没有审出结果来，现交由殿审。皇上在上，满朝亲王大臣在下，今天定能审出结果来。杨光先，提出你的理据吧。是。汤若望，我天朝历年沿用元代郭守敬历算，堪称精密，300余年来并无传误，你为什么要修改？中国的历法，元代郭守敬的守时历最为优秀，可过去300余年，后人没加修改，只差误层出，老夫才做了修改。好，那历代旧法每日12时分成100克，你西洋新法为什么要改成96克？是何道理啊？将100克分为12时，必有余数，难以计算；将96克分为12时，则无余数，方便计算。没错。如果把一昼夜分为100克，再分12时，每时8克33秒33微33先，永无尽数。如果分成96克，每时8克，那计算起来就容易多了。杨光先，你继续吧。是。罗记自隋唐时有，而新法以罗为记，以记为罗。罗属火，记属土，火土异用，深刻质化各有不同，令民如何是从？罗侯，济都之名，原所有之实因。实因是月之交星所致。罗侯一星自出宫起计算，而季星则从6宫起开始计算，首尾交替，交替分明。你为何要将其颠倒？胡说八道！西洋历法与我中土绝不相合。汤若望与你，这是想拿西洋历法做近身之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证据确凿，千真万确。你们这是打嘴仗，根本不是耍天算。皇上恕罪。杨光先，你继续下去。不过，必须提出确凿证据，不能再与他口舌之争。是。收录在实宪历中，让百姓趋吉避凶，是何原因呢？那是占星之术。这些都是占星之术。汤马法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对这些东西并非其所长，故并未罗列。混账！身为钦天监，朕累了。咱们不如歇会再议吧。皇上，队长，皇上起驾！怎么样？殿审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审完，先休息一下。那能治马法的罪吗？杨公先提出许多天算问题，都让汤马法一一回答了。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懂的，有的强忍着打哈欠，有的就像魂游太虚一样。倒是在节骨眼上
皇上提出许多问题，博得杨光先无言以对，真是特别过瘾。那这么说，马法定能胜出了？该是如此吧。太好了！我相信满朝大臣里面，除钦天监等几位大人之外，便只有皇上和剧中能听懂他们在辩什么了。要不然，皇上怎能把那个杨光先给难倒了呢？如果这次马法获释的话，皇上就是救命恩人。是吗？有这么厉害吗？不是识人牙慧吧？识人牙慧，也得先懂吧？哎，那你识给我看看。这皇上处处维护汤仪，说的话比那南怀仁还尖锐。闹了半天，所有的指控都给驳回来了，哼，一点上风没占着。如果是这样，这件事情就很难缠了。照这样审下去，必输无疑呀。王爷和各位大人放心，老夫还有一记掌心雷没有打出来。什么掌心雷？大家放心吧，老夫这一记掌心雷只要打出去，必定轰天动地。那么之前所有的天算谬误都会变得毫不重要。总之，这次汤仪必死无疑。苏秦府，继续。杨光先，说了这半天，你还没拿出汤若望谋反的证据，到底有什么证据？快拿出来！是。草民要控告汤若望天算之名，谋害皇室，终止这些年来皇室多国。先，你可知你所说的是天大的谋逆罪名？若没有确凿的证据，本官会判你污蔑之罪。回大人，此事乃千真万确。好，你说要有半句胡言，本官就将你的脑袋斩下。这先帝四王子荣亲王封后，汤若望全减葬妻葬地之时，不用正五刑，反用洪范五刑，山相年月俱犯杀忌，致使数年间，靖端皇后薨逝，珍妃薨逝，顺治爷驾崩，汤若望施行妖术，阴害皇室，由此带来一连串厄运。皇上，汤若望事犯重大，十恶不赦，请皇上给他定罪。哼，真是荒谬！皇上是病死的，跟立法何干？草民愿为皇上细细分剖。安徽歙县有一妇人，年逾80，五代同堂，可谓福慧双修，谁料被仇家陷害，趁着他一个元孙落生便死，即收买风水先生，以洪范五刑选择葬妻葬地，结果10日内眷属相继亡故，竟达39人之多呀！这洪范五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洪范五刑在乾明崇祯年间还另有一个名字，叫灭蛮经。蛮在当时来说，指的就是满清。这就是该诛之。皇上，汤若望在乾明崇祯年间参与明朝修理局，掌管推算，对灭蛮经所知甚多。你是险恶谋反之心，不能这样，你是昭然若揭。汤若望，现已罪证确凿，你还有什么分辨吗？你们冤枉他，你们实在是冤枉他。汤马法的在钦天监里只是从事科学、天算等研究，从来就不负责那些为皇室选择葬妻葬地、有关占卜风水一类的事情，另有他人负责。可是你们却把罪责强加在他身上。他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人，
而且又重病缠身，你们这是在陷害，是有意陷害。南怀仁，殿堂叫嚣，大胆犯上，本官可以判你死罪。你说是陷害，你能提出反证吗？你能证明汤若望所为的不是洪范五行皇子殡葬的时刻地点没有犯忌吗？苏清府说的对。那你们这些人当中，又有谁懂这个洪范五行呢？如果判案的人都不懂，那怎么来辨这个真伪？朕以为还是先研读一下洪范五行，再做判断。皇上，那可不行啊！那要研读到什么时候啊？1年、2年？正该如此，1年不够2年，2年不够5年。朕绝不会以某人的一面之词来定罪，这是科学精神。皇上，什么科学精神？那不过是汉人们跟着洋人们照猫画虎、鹦鹉学舌。皇上可以不予理会。不予理会。皇马常说，得天下靠金戈铁马，治天下靠文教科学。难道这也错了？也不该理会。先帝遗诏，罪己诏称，见习汉俗，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又罪己称，满洲诸臣不能重用，才有莫斩，以重用汉臣。先帝既能够醒悟，皇上为什么还要老调重弹，重蹈覆辙？那是先帝安抚你们满臣的话，不然朕年幼登基，怎么得到你们扶持？皇上，汤若望鼓吹的是先帝推行的新政，先帝在遗诏中已因此罪己，悔不当初。汤若望的理论理当诛之。你这是诬陷先帝不义。辅臣秉国，你命率祖制，复旧章为名，已经把阿玛推行之新政推翻了，你们有负先帝所托。皇上，辅臣按先帝遗命辅政，皆已战战兢兢，时刻深恐有负所托。先帝罪己诏出，汤若望难辞其罪，现证据确凿，证明其存心谋反。奴才是不得已才依法处以极刑，这也是依先帝意志而行。你苏格萨哈！朕不许以先帝之名行罪恶之实。皇上起驾！别大怒啊！臣叩见太皇太后。都起来吧。谢太皇太后。苏克萨哈呢？回太皇太后，苏大人他染病了，所以不能来参见太皇太后。哈，他真的病了吗？皇上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掌掴顾命大臣，确实闻所未闻呐！往后叫我这个辅政大臣还怎么干下去啊？辅政大臣也许是干不下去了，可是侯爷伯言，你们进宫求见是为何事啊？回太皇太后，奴才等不才，未能辅助幼春皇上主理朝政，屡有闪失，触怒龙颜，有负先帝所托。奴才等实在是羞愧难当，因此
特向太皇太后请罪，请太皇太后免去。我等辅政大臣之职，闭门思过，请予恩准。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刚才说的话里头有一句说的特别对，那就是皇上还是幼冲之龄，皇上年幼登基，什么事都不懂，而这些年来辅臣秉国，天下太平，民丰物富。这是谁的功，这是谁的劳，我心里清清楚楚。而皇上在太和殿里又做了什么旷古未闻的事情，我也知道。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些降罪请辞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太皇太后，我说了不要再说了，就别说了。你们都是3朝4朝的重臣，通情达理。皇上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当然了，如果你们坚持要这么做，我也不勉强你们。可是我得跟先帝说一声，福临呐，我们又认错人了。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以后我会还你们辅臣们一个公道的。谢太皇太后。那就这样吧。不行，既要安抚辅臣，那一定还要安抚苏大人。只有一个办法。是什么？重赏。所以啊，我说苏大人，如果我是你，我就嫌皇上那记耳光打得还不够响亮，打得还不够有力。越响亮，你的封赏就越多；越有力，你的权力也就越大。恭喜你啊，苏大人，这可真是一掌值万金呢。我认为你真应该好好谢谢咱们这位任性的小主子才对。玄烨给皇马们请安。叩见老佛爷。都起来吧。这。坐。皇上，你黄马魔给你赐座。你想说什么？玄烨知错。那又该怎么办？玄烨愿承担一切后果。王斌在。关雎在。方若愚在。你们3位是皇上的帝师，你们的责任是不但要给皇上传授知识，还要教会皇上人君之道。教不严，师之过。皇帝犯错，是你们没有把他教好。
来人呐！在！拉出去给我斩首！太皇太后，恕罪，恕太呀！太皇太后，太后，开恩呐！太皇太后，耿巨忠，在。你是皇上的伴读，皇帝圣言之道没有学好，你耿巨忠是难逃责任的。罚俸禄3年，廷杖100。来人，在！拿下！剧中，黄马嬷。皇上，乐乐，臣在。从小我就把皇上交给你来管教。皇上犯错，你这个皇叔当罚。议政王大臣会议，你不要再去了。3天之内，你们全家发回封地。没有我的旨意，不准离开。黄马嬷，你不要杀我的老师，不要杖罚剧中，更不要放逐安王叔，一切都是学业的错，学业愿承担一切责任。你当然要承担责任，你的责任就是3条人命。耿巨忠被严惩廷杖100，你的安王叔被赶出议政王大臣会议，皇室的影响力受到很大削弱，你就是要承担这些后果。所以黄马嬷，学业求你给次机会，收回成命。那看你是不是知错了？学业知错，错在哪里？大苏克萨哈，学业没错，你还是没有知错。大苏克萨哈是没错，他们明里在审他玛法，可暗里却在审皇阿玛。他们要推翻皇阿玛满汉一家的治国理念，这是学业绝对无法容忍的。错在哪里？学业错在时间不对。怎么不对？学业还没亲政，辅臣领国，大权在我。要是学业亲政了，杀了苏克萨哈都可以。可是现在，这是什么？这是孩儿实在无法容忍，才做出这样鲁莽的事来。黄妈妈，学业最后再求你一次，收回成命，放过他们。学业，您磕头了。这件事情，我只能这么解决，否则就难以平复满臣们的怒气，朝纲就会大乱。好孙子，记住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下去吧。
样？老佛爷有没有责罚你？没事就好。哎，剧中呢？剧中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剧中去哪儿了？曹营，剧中去哪儿了？剧中他怎么了？剧中他回府了。回府了？他干嘛回府？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回来？他被老佛爷罚了廷杖100，被打得站不起来了，所以就送回府调养了。剧中被打了廷杖100，那还有谁被罚了？还赐死了3名帝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快说呀！安王叔一家遣返封地，3日内起行，没有圣谕，不得离开。阿玛要走了，那我也要离开紫禁城。不会的，不会的，我去找老佛爷。冰月，老佛爷最疼我了，他舍不得让我走的。冰月，老佛爷，老佛爷，老佛爷！哥哥，你先等一下。孔伯伯，您别拦着我！老佛爷，老佛爷，您不要我了！老佛爷，您说句话呀！老佛爷，您不是想让我走，您只是说说而已，您不会赶冰月走的，对吗？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老佛爷，您说呀，您不会让我走，您只是说说而已。老佛爷，求求您了，别让冰月走。冰月从小就在您身边，从没离开过皇宫，从没离开过您，也从没离开过皇帝哥哥。老佛爷，我不想走。老佛爷，求求您了，求求您别让我走，求求您收回成命吧，老佛爷，老佛爷。不要再哭了。女人的眼泪不是为自己而流的，要不然就是填满了一条江也流不尽呢。不要怪我，也不要怪你的皇帝哥哥。身为帝王家的女人，从来就是为了成就男人的大业。皇帝哥哥，你能答应我件事吗？当然。这3天，你能不离开我吗？我也答应你，这3天我会高高兴兴的，我不会哭。老佛爷说过，我不应该哭，所以我要高高兴兴的跟你过完这3天。
见太皇太后，叩见皇上。起来吧。谢太皇太后。听说你病了，我心里挺着急的。四辅臣各司其职，朝纲才能稳住。你因病不能办差，那朝政由谁来把持呢？所以我和皇上特意来看看你。这里有2根上等的人参，赏给你好好的调养调养身体。谢太皇太后赏赐，谢皇上赏赐。你要好好调养，尽快痊愈，早日回朝啊！得太皇太后和皇上的恩宠，衣驾亲临慰问，奴才即便万死也不能谢恩。只是什么？只是奴才庸碌，有负先帝所托，引得皇上震怒，奴才内心惶恐，焦虑成疾，恐难再当辅臣之任。什么庸碌啊！老百姓有句话说：索尼中，苏克经，碧龙祠，鳌拜直。你们4辅臣是各有所长啊，而在4辅臣中，就属你最善有谋略，也最有辩才，又精通满汉蒙3文。最近索尼丁忧，你担当了首辅之职，深得百官的称颂。我还听一些大臣们说，你比索尼还做得好呢。奴才不敢当，奴才只是尽忠，忠于先帝所托，忠于社稷之父。所以说嘛，那朝廷没有你，怎么行呢？皇上，你说是吗？老佛爷说的有道理，这还年幼，急需苏钦府相助，处理朝政。皇上已经登基3年了，你们4辅臣也够辛苦的，我早该好好的赏赐你们了。苏克萨哈，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谢太皇太后赏赐，谢皇上恩典。苏克萨哈，但凡还有一口气，当尽职尽责，为朝廷办差，万死不辞。好，既然这样，那你就把现在的2等子爵之衔位让给你的长子承袭，我封你为3等公，这可不能再大了，再大就该封王了。谢太皇太后，谢皇上。至于你朝中的职务，你回去交代一下，暂时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身体有病，那就好好的休息吧。我另外再赏你半年假，待在家里养精蓄锐。日后皇上还要好好的倚重你呢。苏大人，老佛爷如此赏赐，你该谢恩才是。谢太皇太后恩典。好了，你好好的养病吧。那我们回去了。皇上起驾，太皇太后起驾。想不到啊，皇上在太和殿的这一记耳光，竟打出这么大的事情来。杀帝师，罢安亲王，廷杖耿巨忠，老佛爷处事果断，干脆利落，很快还了满臣的面子，暖了满臣的心，化解了一场危机啊！这个苏克萨哈，非要判罪于汤马法，其心已一目了然。他以为扳倒了马法就能得到满臣的支持，首辅之位就好像非他莫属了。谁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太小看咱们老佛爷了。其实老佛爷啊，早就看出了他的野心，只是苦无良机呀。这次虽然皇上犯了点错误，可恰给老佛爷一个机会。
既保住了索尼，又重挫了苏克萨哈的锐气呀！真是一箭双雕啊！哎，静修兄，这是喜事啊，你怎么还一脸的愁云呢？哎，有2件事让我起不起来。哪2件事啊？一是苏克萨哈竟敢如此嚣张地跟老佛爷作对，断不会是他单枪匹马。那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他撑腰？这个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呐，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另一件呢？马法现今刑已判，恐怕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除非真有奇迹发生啊！